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肖战措施与凤航成全赵丽颖零更新。此影后扑街的剧究竟打了谁？今年首部备受瞩目的古装偶像剧《与凤航》，不仅制作团队与演员阵容令人瞩目，更是受到了湖南卫视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该剧无疑成为今年最具竞争力的作品之一，备受期待。赵丽颖作为85后古装偶像剧领域的佼佼者，虽然曾经与白玉兰氏、后荣玉擦肩而过，但她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成功塑造了爆款前作《楚乔传》中的经典角色。如今，她再次以《与凤航》亮相荧屏，这部作品汇聚了天时地利人和，无疑将成为她演艺生涯中的又一力作。进入评论区后，我惊讶地发现，观众们的不满情绪简直如同洪水猛兽般汹涌澎湃，仿佛要将整个屏幕都冲破。无论是镜头的拍摄手法、服装道具的选择，还是演员的表演，都无一幸免地受到了观众的批评。经过大家的全面评价，发现《与凤航》似乎并未能深入人心。尽管评价中未出现过于偏激的言辞，却不难看出观众对其的冷淡态度。显然，这部作品未能成功抓住观众的心弦。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上有传言称，这部电视剧最初确定的男主角是肖战。在肖战团队婉拒了邀请之后，赵丽颖伸出了援手，向导演推荐了自己的老搭档林更新。正是这一推荐，让一度沉寂、自诩为9亿少女的梦的林更新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中。然而，考虑到《与凤航》当前的播出状况，我们还不能确定究竟是谁让谁颜面扫地。当初我开始追《与凤航》时，内心充满了热情与期待。赵丽颖的精湛演技无疑让她在众多年轻演员中脱颖而出，令人难以忽视。该剧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其塑造了一位强势而独立的女主角。她不仅拥有强大的个性和清醒的三观，还展现出对责任的坚守。即便她深爱着一个凡人，明知自己的身份和对方的命运，她也没有陷入过度的缠绵悱恻之中。这种坚定而明智的选择，使得她的形象更加鲜明立体，也为整个剧情增添了深厚的情感层次。然而，仅仅依靠优秀的女主角设定，对于一部古装偶像剧而言，是远远不够的。首先，若影片的节奏过于缓慢且剧情乏味，那么很难吸引广大观众的关注与喜爱。男女主角在田园生活中所经历的甜蜜时光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然而当他们重返天庭后，他们之间的感情进展却异常迅速。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并未充分展现古偶剧所应具备的深刻内涵和核心要素，令人感到有些遗憾。导演在创作过程中似乎没有充分把握住古偶剧的核心魅力，导致剧情的发展略显单薄和不够引人入胜。在田园生活的描绘中，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2个人共同度过的每一个日夜，这些时刻汇聚成一幅幅温馨的画面，展示了他们心与心的逐渐靠近，情感在日常点滴中慢慢升温的过程。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发展缺乏必要的铺垫，男主角对女主角的感情产生的过于突兀，未能通过互动展现出2人之间逐渐加深的爱意。相应的，女主角对男主角的喜欢也显得毫无来由，缺乏情感积累的过程。这样的情感表达显得不够真实和有力。这位女主角虽然在故事中展现出强势的一面，但她的内心却也有柔软的一面。正是因为某个男子看到了她的弱点，察觉到她在坚强外表下也需要他人的关心和照顾，仅仅是那份微不足道的关怀，就让他深深地爱上了她。除了上述内容，那2个关于人间的爱情故事，在呈现上也并未能触动人心，
达到感人至深的效果。尽管设定在理论上听起来合理，但当它被实际拍摄时，却给人一种乏味和单调的感觉，仿佛缺乏深度和吸引力。董洁所饰演的老妇人，她的哭泣如同天崩地裂，悲痛欲绝，仿佛是在即兴演绎一场面试时的表演小品。尽管后面的小何表演得相当出色，但故事的情节并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或回味无穷的关键点，因此观众很难对其产生持久的兴趣。再者，他们之间的默契和情感连接似乎不够强烈。赵丽颖和林更新在戏外的采访互动，实际上比他们在戏中的表现还要甜蜜，这一点让人不得不承认。尽管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演技各有千秋，但他们在情感线的演绎上却显得相当平淡无奇，仿佛只是走过场般机械地演绎着爱情的戏码，没有让观众感受到真实的情感碰撞。他们的演绎似乎没有激起多少火花，缺乏必要的情感投入，导致这段本来应该充满激情与温馨的感情线，在观众的眼中却显得苍白无力。虽然镜头多次捕捉到了他们的对视，试图营造出一种暧昧的氛围，但实际上他们的眼神中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情感火花，而且彼此之间也缺乏真正的交流，就像是兄弟间的默契配合，他们机械地背诵着台词，而赵丽颖却竭尽全力地表现出喜欢或心动的感觉，即使是轻微的肢体接触，也只是象征性的。观众刚刚燃起的好奇心和期待，在发现这只是一个摆拍时，立刻被浇灭了。考虑到赵丽颖在剧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服装的选择应当更加贴合她的形象与气质。然而，当前的服装和化妆设计显然并未达到这一标准，这不仅影响了她的整体造型，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她角色的表现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服化道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和改进，以确保其更好地服务于角色和剧情。经过扭曲的磨皮处理后，这张脸已经几乎失去了其原有的真实感。古装偶像剧似乎既未能真正体现古代的风貌，又难以塑造出令人心动的偶像角色。这样的作品真是让观众难以沉浸其中，感受到剧情的魅力。其实，导演想要邀请肖战参演，这一决策是合情合理的。制作团队实力强大，他们既然能够邀请到赵丽颖这位一线女星，必然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此外，他们还是湖南电视台的合作伙伴，这样的背景不容小觑。值得一提的是，肖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曾经是收视率的佼佼者，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制作水平和市场影响力。为了获得更高的观众关注度和播出效果，制片方在挑选演员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知名度高、演技精湛的男演员。尽管肖战与赵丽颖尚未有过深度合作，但考虑到他们各自庞大的粉丝群体以及广受赞誉的演技，两人的合作无疑将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他们的联手必将创造出令人难以忘怀的影视佳作。肖战婉拒与凤航的决定，实际上也在情理之中。首先，他不再需要为赵丽颖充当配角，与凤航本身就是一部大女主剧，论咖位和资历，赵丽颖必定不可能是二番，而肖战都已经与徐克和郑晓龙导演合作，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全都混上了大 IP 男一号，又何必来古偶做二番呢？其二，古偶对演技没有加持，肖战之前已经遭受过损失了。玉骨遥在多年的沉寂之后终于高调亮相，但遗憾的是，其表现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尽管缺乏大张旗鼓的宣传推广，他的表现仍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当肖战好不容易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站在了金字塔顶端，再回头去演古偶，那才真是奇怪了。经过不断的尝试与探索，肖战在演艺道路上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从古装偶像剧到都市情感剧，再到军旅题材和正剧，他的演技和魅力在多元化的角色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如今，他已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戏路，而曾经的古装偶像剧也仅仅是他成长道路上的一个短暂停留。如果将视线转向赵丽颖和林更新，二者之间的对比则显得尤为明显。赵丽颖经过多年的努力转型，终于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然而，现在却出现了一部既无助于提升她形象，甚至可能损害她口碑的作品。这简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人难以置信。尽管林更新似乎通过这部剧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但事实并非如此。论颜值，镜头里她肿的一批，年纪到了还没怎么保养的痕迹，五官立体，但整个人都没什么精气神。论表演技巧，无需多言，与上古真神相较，其差距宛若天壤之别，举止不自然，表情生硬，即便已步入中生代之列，其实力仍旧如此。当与凤航原本备受期待却意外遇冷时，肖战当初选择此演的决定，似乎成了给那两位演员的一记响亮耳光。无可否认，赵丽颖的加盟对于与凤航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她的参与，这部作品或许难以吸引如此多的关注和赞誉。尽管赵丽颖在与凤航中的表现令该剧焕发出新的生机，但该剧却未能满足观众对她的一贯高期待。当然，赵丽颖并非不能胜任古偶剧的演出，毕竟诸如《长相思》《星汉灿烂》和《步步惊心》等古偶剧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剧本的选择上，演员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他们可以决定参与哪些作品的演出。然而，对于与凤航这部剧而言，其故事情节相对平淡，缺乏足够的起伏和张力。同时，从演员的表演来看，他在演绎角色时似乎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与之前的演出相比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可能是因为他对于这个角色或者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全投入，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他的表演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观众的批评并非毫无根据。然而，林更新已经步入36岁的他，仍然需要依赖女演员来带动他的表演。多年来，他的演技毫无长进。既然他如此淡泊名利，何必还要来消耗观众的热情和耐心呢？在总结之际，我希望能够再次强调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和关键点。虽然我们的对话已经告一段落，但对话中所传达的思想和信息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我们的讨论，我们深入探讨了多个方面，涉及到了多个领域的知识和见解。虽然这些讨论可能有些复杂和深入，但它们对于我们的理解和思考都具有重要价值。在结束之际，我要感谢所有参与讨论的人们，他们的贡献和智慧为我们的对话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深度。我相信，这次讨论不仅对我们每个人有所启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交流和学习的机会。随着我们的对话渐渐落下帷幕，我希望我们能够将这些讨论和思考延续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可以运用这些知识和见解来更好地解决问题和面对挑战。让我们一起将这些思想转化为行动，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